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欢迎来到我的厨房。我们家的厨房装修好，然后已经搬进来住了2年的时间了。今天终于带你们来好好的参观一下。今天我会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们家厨房的一些小细节，包括一些厨房电器的选择和摆放位置，然后厨房工具和食材的收纳都会跟大家分享到，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OK， 那我们就先开始来参观。我们家厨房是一个比较窄的长条形。其实我本来是很喜欢厨房中岛的设计，当时我们也跟室内设计师讨论了很多方案，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这种比较简单的一字形长条的布局，因为这样可以最大化的利用这个厨房的形状以及它的空间，然后也能保持这个厨房是一个比较宽敞开阔的状态。厨房的地砖是由4种不同的砖拼成的，它有黑白2个颜色，然后有大小2种不同的方块，这样自己拼成了一个棋盘格的设计。然后每一块瓷砖上都是有这种纹路的，所以其实平常如果地板比较脏的话也看不出来，整体的造型感也很特别，也很好看，所以我还挺喜欢我们家这个地板砖的。然后橱柜全都是白色磨砂的柜门，当时配了这种金色黄铜的手柄。厨房的台面我们用的是10英石，就是 quartz， 然后我们选了一个白色的，上面有一些纹理质感的这个图案。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很清爽很漂亮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材质它不是很耐脏，有一点容易染色，染色之后就比较难清理，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缺点。从客厅看过来整个厨房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先从左边开始，这样绕一圈看过来。左边我们做了比较完整的一套橱柜，最左边这个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高柜，上面是一个可以打开的柜子，这个柜子很大很深，放的就是一些不太常用的一些厨房工具，上面有一些新的烘焙纸，然后锡纸，旁边有一些空余的收纳盒，下面这边有一罐超大的辣椒，然后这个是我放的食品保鲜剂，有时候给皮皮做零食的时候会用。这个是微波炉，里面我放了一个这个防喷溅的盖子，这个还挺好用的，然后平常就放在微波炉里面也不占地方。然后烤箱是新加坡本地的品牌，叫做 Mayer。 这个烤箱其实我有一点点遗憾，因为它的功能不是特别的齐全，然后温度和时间也控制的不是很准确。我经常喜欢做面包和蛋糕的话，这个烤箱其实不太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什么预算，所以我们就选的比较普通的款式。然后这里我有放一个烤箱温度计，它在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烤箱的温度，会比较准确一点。烤箱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抽屉，它很大很深，所以我就放了我的一些烘焙的工具和模具。我有很多烤蛋糕的模具，然后这个是做蛋挞的，这边旁边竖起来的有一些比较大比较薄的烤盘，我用了4根这个伸缩杆，给它隔成2个不同的空间，就可以收纳一些烤盘。这个是之前做肉桂卷的时候用的那个烤盘，后面有一个晾凉的那个黑色的架子，下面这个是我的金色的那个蛋糕烤盘。然后这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烘焙的小工具，像是裱花袋，然后一些烘焙纸之类的，旁边还有好多奇怪的模具。这个是做那个费南雪的，然后这个是做马德琳的模具，还有我这根擀面杖，它太长了，就没有办法这样竖着放，所以我就只能斜着靠在这里。这边还有一个白色的收纳盒，也可以竖起来收纳一些比较扁的模具，会比较省空间。这种很大很深的抽屉其实不是很好利用，很容易经常堆满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要定时的收拾它。然后这一块区域就是厨房里的第2格，上面这个柜子放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食材，这个柜子还挺高的，不是特别好利用，所以上面我放了2个收纳盒，平常是不怎么用的，然后都是一些食材和调料的补充装，上面我都打了一些小标签，写上里面有什么东西，不然每次我要拿下来再打开看就很麻烦。这边放了一袋还没有打开的大米，然后里面有2包螺蛳粉。下面这个柜子就是我开柜门之后就能伸手拿到的，所以里面放的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家的一些茶和冲泡的饮料，这个大筐里面就装的我们家大部分的一些茶叶，有所有我的 TWG 的茶、蜂蜜，这个是我最近很爱喝的，叫做苦荞茶，是我在云海肴发现的，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了1罐回来，很好喝很香。然后这里有1罐，这个是热可可，都是一些零散的茶叶，因为旁边就是饮水机，所以每次在这里泡茶就很方便。这个柜子还挺高的，上面有一部分的空间就很难利用到，我就放了一个这个伸缩杆，然后就放了一些新的备用的厨房纸巾，就都在这里，只要1根杆子就可以把它卡在里面，平常拿取也很方便，然后也很一目了然的就知道家里还剩多少厨房纸巾，然后需不需要再去买新的。
然后这个角落就是我们家喝水泡茶的一个区域，这个是我的饮水机，还挺方便的，它可以直接烧水喝热水，所以我们泡茶喝饮料都在这边。然后上面放了一个我的咖啡的手冲壶，它也可以用来烧水。这两个都是我们家的大的量杯，都是用来接水的，我一般就会放在这个饮水机的附近。然后比如说要给咖啡机添水，或者是要给皮皮的那个狗碗里面添水，都会用这个量杯。然后这边我放了一个小架子，上面有一些平常常用的，像是菜板，然后这个是一个烧烤网，这边都是菜板，这边还放了一个小小的铸铁锅。旁边这也是一套中式的刀具，是18子的。然后下面这3个抽屉收纳了我们家大部分的厨房工具和一些餐具之类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抽屉，这里面是我们所有的餐具，筷子，然后叉子、勺子，这里面有一些正餐的刀叉，还有勺。这个放的是一些比较长的，像是吸管，我有很多这种玻璃吸管，然后长一点的搅拌勺，这个是做饮料的时候会用到的。这边是烘焙做面包的时候用的这种擀面杖，然后刮刀。这边还有一些量勺、温度计、饭勺之类的。然后因为这个格子比较长，上面还有一些余留的地方，所以我就隔出来放了一些小东西。像这边2个都是一些封口夹，都是小夹子。这边隔出来比较长，我就放了一些水果叉。这个是奶油的裱花嘴。然后这里是一些倒酒的工具，量杯啊，然后这个东西。下面还有一条，这边放的也是一些黄油刀，就是吃面包的时候会用的。比较短的小勺子，这边有一把这个刀片是用来割面包的，然后这里是我的搪瓷的量勺，很多东西我都是用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种收纳盒把它拼起来的，这个就量好尺寸去买就可以了。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抽屉其实是比较长的，就是它本来会上下移动，所以我在这个最前面也放了一根伸缩杆，就可以把所有的收纳盒固定住，就比较整齐，不会乱。放好之后它就是这种很稳的，不会移动的，就会显得更加整齐一点。然后第2个抽屉里面放的也是一些煮饭烘焙的工具，我也放了一些收纳盒，这样能够放的东西比较多。这个小格子里面是平常会用到的一些保鲜袋，就是有时候做完面包就会用它装起来。然后这里面放的是一些这种手套，也是有时候做面包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菜的时候会用到的，我都放在这里面比较好拿。然后这边也是工具，里面有一些压蒜的、冰淇淋的挖勺，这个是那个煎蛋的圈圈，这个不是很好用，我觉得拉蒜器这个很好用。这里放了一些厨师机的配件，就是一些搅拌头，然后揉面钩、搅拌桨，里面有一些什么温度计啊、开罐头的东西。这里面放的是一些漏勺，然后滤网之类的，因为它比较长，然后形状也不是很好收纳，所以我就全部统一放在一起，这样朝着一个方向摆，它就比较好放一点。最后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夹子呀、铲子呀，这边还有一个筐，我单独收纳了我所有的蛋抽，因为这个东西也比较不好收纳，它体积比较大，然后我又有很多个，我就单独用一个盒子放起来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空的空间，因为这一块是不能放东西的，不然就会挡住这边的工具拿出来，所以我就放了一点点烘焙的东西。这个是一大罐白糖，最常用的烘焙原料之一。然后里面有一些抹茶粉，这个是黑芝麻粉。然后最下面的这个抽屉它也是很大很深，所以我就放了一些食材。这里面我放了2个无印良品的收纳篮，就是这个最大号的不锈钢的，它还挺深的，所以可以放很多东西。午餐肉、打开过的小米，各种奇怪的食材，还有什么粉丝、面条、酵母、绿豆、红豆、紫米，然后还有我用来做面包的各种不同品牌的面粉。这边主要放了一些泡面，就是方便的食材。这有个猪骨汤，下面这些都是面条。这边还有一些火锅料，这个是海底捞的。然后这边的罐子里放的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高筋、中筋、低筋的面粉，然后糖粉、奶粉、木薯粉、糯米。然后因为这个柜子它正好能够放一个高的罐子加一个矮的罐子，
所以我就给它放满了。这个是红糖，快吃完了，就是比较常用的，我就用罐子装起来了。最里面这个是个装的大米的米桶，这边还有一些小缝隙，我就放了意大利面，然后这里放了2块很大很厚的菜板，这是日本的那种桂木菜板，对刀子很好的。这就是我们家东西放的最多的一个大抽屉。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家的油烟机、灶台，下面也有2个柜子，我们一会儿再看。我们家厨房的背板用的是这种长方形的瓷砖，然后做了一个人字拼，然后打理起来也挺方便的，很好擦，不是很显脏。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砖缝之间不是很好清理，如果有发霉的话就很难清理掉。然后油烟机和灶台我们都是用的方太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明火炒菜的感觉，这个灶的火还挺不错的，很大很旺。左边这个柜子分了上下2层，然后上面就放了我们家所有的带把手的这种炒锅，这是我的铁锅、不粘锅，这个是平底锅。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的是所有的锅盖。这边放了一瓶很常用的清洁剂，就是经常会用来喷厨房台面、橱柜，然后餐桌的，基本上每天都会用的一个清洁剂，我就放在上面了，就比较好拿。这里面还塞了一个，这个是跟那个卡式炉配套用的一个烤盘，因为它很薄，所以我就放在这里面。然后下面这3个拉篮放的是我们家所有的清洁用品，厨房湿巾，然后这个是除色的，这是洗烤箱的，然后这个是用来洗不锈钢，就是洗灶台啊。然后水池都可以用这个，还挺好用的。关于清洁剂，我之前给大家拍过一期单独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这3个拉篮其实是比较短的，它里面还有很深的一节位置，里面就放了一些清洁剂的替换装，像是那种大瓶的洗地板的清洁剂，这边还有一些小的替换装，就藏在这个缝里面。平常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只是用这3个篮子里面的，然后等它们用光了，就再从里面拿新的填进去。然后这边这个柜子里面就是煤气罐，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是比较老式的祖屋，所以还是用的煤气罐。然后煤气罐的这个橱柜是有做一个设计的，它可以这样拉出来。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因为安全考虑，我就没有放其他的东西。这边墙壁上粘了一个，是那个就是换煤气罐的单据。OK， 这个柜子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灶台右侧这边水池的区域，这边放了2个小罐子，里面装了一些就是锅铲呀，然后勺子，这样做饭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很方便。然后这边过来有一个小米的洗手液机，这个很好用，就是手伸过去会自动出洗手液，很方便。然后水池，我们家这个水池是跟油烟机和灶台一起买的，就是当时在方太的店里面买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单盆，旁边有配套的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小盆子。这个水盆我觉得很好用，它清洗起来很方便，然后可大可小，用起来很灵活。不锈钢的材质也很容易打理。至于品牌，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多要求，任何品牌的不锈钢的这种单盆设计，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然后水龙头这个也是当时油烟机配套买的，它是一个抽拉式的水龙头，这样洗一些比较大的，像是炒锅或者是清洗这个水盆都会比较方便一点。水池的右边这个是我的洗碗用的洗洁精，然后这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单独装的一个洗杯子的东西，我从淘宝上买过来，然后让本地的水工师傅帮我装的。大家可能会在一些咖啡店里面见过，它是用来洗杯子的，因为我们家经常喝饮料喝咖啡，然后我杯子也很多，所以我就装了一个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倒着放上来，然后用手摁下去，它就会有高压水从里面喷出来，把这个杯子全身都喷干净，然后水就会从这边流到水池里面，就不需要一个单独的上下水系统，所以还挺方便的，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不锈钢的沥水盘，是黑的，我觉得它这个不锈钢材质的很好看。这边到这里是高低不同的一些架子，比如说像比较长的一些杯子，就可以放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种比较矮的、比较小的就放在这边。但是它下面这个接水的盘子其实不是很好打理，需要经常清理，不然会有很多水垢，会发黄。水池上面这2个东西都是我后来自己粘上去的，这个是一个装厨房纸的一个小栏杆，它就是用胶把它粘在橱柜上，然后就直接把厨房纸这样放上去。
这个还不错，我觉得用起来算比较方便的，也不会占用台面的空间。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它这个胶可能到时候拿下来的时候会留痕迹，所以我就暂时应该不会把它拿下来。然后这边也是我贴的一个挂钩组，这些粘的东西本来我是想粘在瓷砖上，但是因为瓷砖它不平整，中间有很多缝隙，所以它粘不上去，粘不牢，就只能粘在这个橱柜上面。这边就是在水池的正上方挂了一些很常用的一些用具，这个是我的抹布、洗杯子的刷子、洗碗的刷子，然后有一个量杯，煮米饭的时候用来倒水的，然后有2个这个削皮刀。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上面这些柜子。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柜子，那个柜子我根本就摸不到它，所以里面什么也没有放，是空的。这个柜子也是上下2层，上面这边放的全都是一些面条，我们有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面条，所以家里囤了很多。然后这边有一罐那个番茄罐头，也是跟意面西餐有关系的东西，我就放在一起了。然后这边有2个收纳盒，放的是一些不太常用的调料品，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看。左边这个放的是一些袋装的调料，然后中间我用一个这样子的，这是书粒，就是挡书的那个东西，把它分开，分成2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比较偏西餐甜点的，像是有一些白芝麻、宜家的那个肉丸的调料、酸梅粉，沾水果吃的，还有这个阿塞粉。后面是一些比较偏中式的，像是辣椒粉、鸡翅的腌料。这个是辣椒丝、草果，这边是一些罐装的调料，有一些烘焙用的，像是香草精，然后这个是斑斓精，做那个绿蛋糕用的，还有这个是那种冻干的葱，我有一次在 Donkey 买的，我觉得好像一般般，就它没有什么葱的香味。这个是大蒜盐、甜椒粉，这个快吃光了，是海苔跟芝麻，这个很好吃，做饭用的蜂蜜，还有芥末。这是2个盒子，都放的是调料。这边就是水池正上方的一个沥水区，平常一些比较大件的，像是碗呀、盘呀、工具什么的，洗完之后我就放到这边沥干。这个是天哥早上刚刚蒸完包子用的那个蒸架。最近我经常不是做面包吐司嘛，就这个吐司盒就一直放到这个上面没有收回去。然后就是水池下面的这些柜子，这边这个就是一个拉篮，里面放的是一些比较常用的调料，上面是一些粉状和颗粒状的调料。这边比较大的盒子就装了像桂皮，然后这个是香叶、干辣椒，做中餐的时候都会用到的，然后有花椒、白芝麻，快吃完了，这个黑芝麻，这个是冰糖，然后八角。这边我用了一些统一的收纳盒，然后还都打了标签，因为一般这种食材都是放在袋子里面卖的，然后拿回家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放在抽屉里也很乱。这个柜子我每天的使用频率很高，所以我就把它弄得稍微整齐一点，这样用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好。这个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油壶，很好用，之前淘宝开箱过的，它高度刚好，就是可以关起来。这边是一些小分量的调料，像是什么辣椒粉，然后13香、味精、孜然，这里有一对研磨瓶，是我的盐跟胡椒，然后这3个就是最常用的调味料，白糖、盐跟淀粉。我用的是一个这种就是很方便打开的一个收纳盒，就这样一摁就打开，然后里面带了一个勺子，然后下面放的就是液体状的调味料，像是生抽、老抽、醋，各种各样的，这个是什么味淋、橄榄油的喷雾，还有这种大瓶的油。上面的小油壶用完之后，我就会用这个大瓶再给它填进去。这里面还有一个装面条的小罐子，特别长的一个罐子。好，这就是这个调味篮。然后到了水池下面的这个柜子，水槽下面的收纳我用的是这种 PP 的抽屉盒，之前我用过那种网上特别流行的，就是一个支架，它可以伸缩，但是那种它不是很稳当，然后东西也很容易掉下来，所以用过一段时间之后里面又会变得很乱，然后我就换成了这种封闭式的抽屉盒。自从换成了这种抽屉盒之后，这个下面就永远保持这个样子，不会变得很乱，因为这边有一个水管挡住了，所以就不能再放其他的抽屉。这边上面还多了一点点空隙，我就放了2个锅，一个是我的这个水平锅和一个小奶锅，
首先这一格是放的一些塑料袋，就是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会给塑料袋嘛，然后我都全部都会收在这里面，可以重复利用第2次。下面这个里面装的是一些也是清洁用品的替换装，像是这种，这个是那个去水渍的一个清洁剂，多余替换装送的喷头，然后里面这边还有这个洗洁精的替换装，然后这2个小抽屉上面放的是垃圾袋。下面放的是一些海绵和抹布，就是新的还没有用过的。这边是抹布，然后这个是洗碗的海绵，然后这边上面也有一些多出来的空间，我就放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蒸笼，还有一个这个是洗菜用的盆子，这里面都是那种很深的抽屉，所以其实可以放很多东西。这边我放了一些洗手液的那个补充替换装，这里面用纸包的是我的磨刀石，因为我怕它太粗糙把那个盒子磨坏了，所以我就把它包在纸里面。然后这边是一套备菜洗菜的这个篮子，它有3个，然后可以叠在一起放，就很方便。然后下面这个是最大的抽屉，这个是用来给菜切丝的那个工具，然后一个很大的洗菜滤水的篮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清洁剂，为什么没有放在这边？是因为这里面的瓶子都比较高，放不进这个里面，所以比较矮的我就全放这边，高的我就放在这个高柜子里面。这里面有一些洗菜什么的会用的这个小苏打，这个是一瓶新的洗手液，还没有打开的。然后柠檬酸，这个是我分装的一个酒精的喷雾。然后这个里面主要就是放这个大的洗菜盆。OK。这个是水池下面所有的东西，这里面可以利用的空间其实还挺大的。然后这个橱柜门上面我还挂了一个，这个是在2元店，在 Daiso 买的那个这种网格，然后配了一些这样子的小挂钩，就可以挂一些小工具。像这边我挂了一个园艺剪刀，然后这个是我专门用来洗花瓶的一个。它是洗杯子的刷子，但是我跟洗杯子的分开了，就是专门用来洗花瓶。家务手套、小扫把，这边还有一个小漏斗，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家厨房尽头的这个小角落，这边这个墙里面其实有一个垃圾道，一个垃圾槽，然后这一个柜子里面也有一个水管，所以整个这一块就不是特别好利用，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排窄窄的小柜子，然后上面也铺了台面，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整齐一点，是个一长条。这边台面其实很窄，但是我还是塞满了一整排。最前面这个是我的一个冲牙器，因为我现在戴牙套，所以经常需要清洁牙齿，但是新加坡祖屋的洗手间里面是没有电源的，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放在外面。它后面这个电线我也把它绑在墙壁里面了，就看起来比较清爽。旁边这个就是那个 Click and Grow 的种菜机，现在还是种的我的 basil，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家现在幸存的2盆植物，我以前有很多的，但是它们都没有活下来。然后这边就是我平常浇水用的浇水壶，然后下面这2个就是2个很扁很窄的小柜子，里面我放了一些不是很常用的工具，像是锤子、起子、电钻之类的东西。这个角落里面放的是皮皮的一个围栏，然后还有他平常在家用的厕所在这里。这个笼子其实皮皮很少会在里面待着，哎呀，就是可能偶尔家里来客人，他们如果害怕狗狗的话，我就会把皮皮放在这里面。那我们厨房的左边就全部说完了，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边，就是对面。先从这边开始，这一块就是大家平常看我视频最经常出现的地方，是我的最主要的、最常用的料理台。这边我们就只做了下面的柜子，然后上面用的是这种开放式的收纳架，这样上面这片区域空出来就视野会广一点，就显得不那么压抑。上面这一排放的是一些我跟天哥的酒，因为不是很常用，所以我们就放在这种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右边这边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的是一些厨房工具的说明书，它本来是一个装面包的盒子，但是以前我们把面包放在里面就总是会忘记吃，然后就都坏掉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收纳箱。下面这边放的是一些我比较常用的餐具，这2个玻璃罐，一个是放的咖啡豆，一个是那种早餐麦片。旁边有一个茶壶，然后平常吃饭装菜的碗、饭碗、喝汤的碗，然后还放了一些平常常用的装菜的盘子。然后下面过来左边这边就是我的咖啡机，也是每天都会用到的。旁边这里是一些咖啡机的配件，上面放了咖啡秤和一个咖啡杯。
这个咖啡机旁边有一块多的区域，我就放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还挺方便的，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上面第一层我就放的是一些我的咖啡的用具，像是一些不同的手冲的滤杯，这个也是手冲的分享壶，磨豆子的那个磨豆机，然后一些多的咖啡豆，然后这边是一些袋装的手冲咖啡，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品牌的我都放在这里一起。然后这两个是平常我会用的打奶缸，这里还放了几个配咖啡的焦糖饼干，塞在这个缝隙里面。然后下面一层这边放了一些备用的燕麦奶和豆奶，豆奶好像喝光了。这个是以前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纸袋，里面装的是大蒜、洋葱之类的调料。然后这后面就是一些很大罐的茶叶，然后最下面这一层也是有一些茶包，然后有一些饮料，这是天哥买的可乐，还有我的气泡水，它的啤酒什么的。这边台面上的东西就比较少，就剩了我的咖啡机。然后这边的墙壁上挂了一个这个磁吸的刀架，这个之前很多朋友问过我，它是一个胡桃木的，然后里面是装了那种很强的磁铁，这样刀子就可以直接吸上去。旁边这里挂了一个月历，然后上面也有一个小小的手撕的日历。然后这个是我的新买的厨师机，这个东西非常重，我其实本来是想把它收到柜子里的，但是因为它太重了，移动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就先暂时放在了台子上。再过来这边就是我的洗碗机，然后洗衣机、烘干机和冰箱。洗碗机的旁边有一个，这个是磁吸的一个盒子，它本来是用来装保鲜膜的，不过我把它用来装我的这个烘焙纸，就是油纸。这个上面放了一个果篮，里面装的是一些放在外面常温的水果。后面暂时放的是我的小音响，因为我经常在厨房里面做面包，或者是打扫的时候都喜欢听歌。这边是早餐会吃的面包，我都把它放在厨房里面最显眼的地方，不然就很容易忘记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一些厨房用的一些布料的东西，防烫的锅套，还有这种毛毡的小垫子什么的，有一些也是杂七杂八的。这就是我们家的洗碗机，里面还有没洗的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换成那种大的嵌入式的洗碗机，就会更好用、更方便一点。然后这边是烘干机的侧面，它跟这个橱柜和洗碗机中间还有一条缝隙，所以我就放了一些手套，然后这个是锅垫，一些小工具。然后我是用的这种，这是那种磁吸的小挂钩，它的吸力很强，可以挂很重的东西。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缝隙，本来我是想放一个那种窄缝收纳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太窄了，一般那种尺寸都放不进，所以我就在里面塞了一些皮皮的那个就是尿片。最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下面的一些橱柜，这几个柜子其实也很大，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先从最左边这个开始，这个柜子里面放的是我所有的厨房电器，这边就是搅拌机，然后高压锅、电饭煲，里面这个是一组蒸锅的配件，中间这个灰色的是一个小小的养生壶，这个电饭煲的后面还有一个是铸铁锅，这个缝里面放的是我的保鲜膜的收纳盒，这个很好用，下面有吸盘可以吸在桌上，然后这边是这样滑动拉开的，很安全也很方便，很好用。然后下面这边左边这是一个小小的陶土锅，中间这个白色的也是一个土锅，这边有一个大的养生壶，然后里面是我的空气炸锅，中间这个绿色的是电蒸锅，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铸铁锅，还有这个是我们平常吃火锅、吃烤肉的一个炉子。因为这两个东西比较矮、比较扁，所以我就把它竖起来收着，比较节省空间。所以这个柜子里面就放了我所有的厨房小电器。然后中间这两个是做了两个比较大的抽屉，里面放的是一些我的餐具啊、碗啊、盘子啊、杯子之类的。上面这层放了很多我的杯子，然后玻璃杯。这边一排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盘子，像是这种装点心的、配咖啡杯的小碟子。也都在这边，然后这边一排放的是稍微大一点点的餐盘，小小的料理碗，各种各样的杯子、量杯、吃酸奶的小碗，喝水、喝咖啡、喝茶的杯子，天哥喝白酒的小杯子。然后下面这层放的是一些这边是一些锅，这个吃拉面的小铝锅，这边有一个不锈钢的备餐盘，吃饭的一套碗，
然后有一个木盘子，这边都是我的不锈钢的搅拌盆，就是备菜或者是做蛋糕、做面包会用的。这个是一个烧油的搪瓷锅，很方便这个。然后这个缝里面放了一个厨房秤，这个也是每天都用的很多的东西。然后这边就是烘焙做菜用的玻璃碗，因为有时候我拍视频的时候用玻璃碗操作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这边放的还有几个装菜的比较大的盘子，这里面还夹了2个这种导热板，就是有时候用铸铁锅的时候会放在锅子下面。然后就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柜子了，这个柜子在我们家还挺重要的，因为它是离洗碗机和洗衣机最近的一个柜子。这个柜子上下2层，首先上面一整层我放的全都是皮皮的东西，皮皮的一些零食，还有他平常吃的罐头。然后这里面是皮皮的营养品，放了鱼油，然后奶粉、海藻粉。这边是皮皮的药，每个月要用的一些驱虫药，还有一些我们会备的肠胃药、感冒药之类的。最后一个就是皮皮的一些工具，这4个盒子我觉得都还挺方便的，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这样的把手，就很方便，可以直接一整盒全都拿出来。它这个盒子也不是很深，所以里面还有一些空间，我就放了一些皮皮的还没开的狗粮，这个是一个皮皮的零食，很大一包。然后下面这格就是一些洗衣机和洗碗机会用的东西，像这种洗衣球，这个衣物柔顺剂，有时候洗床单什么的会用这个消毒水。然后最里面有一些那种绿色的一包一包的，是我们囤货的一些宠物湿巾，然后厨房清洁湿巾，外面的用完了我们就会从这里面拿一包新的出来。这个是我们家的医药箱，里面放的是我跟天哥就是人用的所有的药品。这里面的收纳盒上面我也贴了一些标签，就给它分了类，比如说这一盒是皮皮的药，然后这边是营养品，这边是零食，一个是给家里的其他成员看，就是这东西都是我收拾的，但是天哥想来找个什么东西的话他会找不到，那他就可以看这个盒子上的标签分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醒我自己我是怎么给它分类的，这样这个分类系统就可以用的比较长久，不会那么容易的变乱。 OK， 那我们的厨房就参观完了，今天真的是带大家一起仔仔细细里里外外的看过了我们家厨房的每一个小细节。那今天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些厨房里的东西，我都会尽量把它们的购买方式或者是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先去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东西漏掉的话，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我就可以再补充进去。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